亲爱的有缘人，当你看到这段视频时，请相信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你财运到来的信号。你已经站在了幸运的起点，明天将是你人生的新起点，从此踏上一段充满财富与幸福的旅程。财富的大门正在向你敞开，幸福和健康也在向你招手。你所要做的就是敞开怀抱，迎接这股滚滚而来的财运。快来点赞，迎接财神，向师父表达你的感激之情，让这份财运和健康更加稳固。有福之人在评论中说一句：我要发财，愿你财源滚滚，日进斗金，家庭幸福，厄运永远远离你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现代社会中，独处成为一种常见的状态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迫面对孤独的时刻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身边的喧嚣和纷扰常常让人感到疲惫，迫使我们有时需要寻找一片宁静，逃离外界的干扰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独处是一种享受，他们能够在宁静中进行深刻的思考，探索自我，从而获得内心的平和与力量。然而，另一些人则可能因为孤独感而感到苦恼，他们渴望社交，却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契机去建立联系。在这样的内心挣扎中，独处的状态往往会变得复杂而矛盾，人们对独处的感受也因此千差万别。有些人欣然接受独处，把它视为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，而另一些人却可能因为无法忍受孤独而感到焦虑与不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独处既是内心的逃避，也是自我反思的契机。它让我们能够在浮华的生活中重新审视自己，寻找内心的声音。在接下来的讨论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独处的积极意义，了解在独处时我们如何能够提升内在力量，深入反思自我。同时，我们也将分析一些不合群的生肖性格，看看这些性格如何影响人们在独处中的表现。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个体的性格特点，更揭示了在独处时人们所能获得的独特体验与成长机会。独处不仅仅是与外界隔绝的状态，更是提升内在力量的契机。在这个充满干扰和噪音的世界里，独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，反思自己的内心需求与愿望。在独处的时刻，我们能够摆脱外界的期待与压力，专注于自我探索。许多人在这样的时光里，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，发现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东西。在独处的状态中，我们往往能够更深入地思考，理解自己的感受与情绪。无论是面对生活的挑战，还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，独处让我们能够以更清晰的视角看待事物。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中，我们的思维更为敏锐，能够洞察到那些平时被忽视的细节。这种深度的自我反思有助于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此外，
独处为自我提升提供了充足的空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许多人能够专注于学习与成长，提升自己的技能与素养。无论是阅读、写作，还是追求某种爱好，独处的时光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，而不受他人的干扰。这种专注不仅能够带来内心的满足感，还能帮助我们在各个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。独处也能够培养自律。能够在独处中找到价值的人，往往会意识到，真正的成长需要内在的驱动力，而不是外界的认可。正是在这种自我驱动的状态下，我们才能够持续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，取得更大的成就。因此，独处不仅是一种生活选择，更是一种积极的自我修炼方式，让我们在喧嚣的生活中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。我们在探讨独处的意义时，我们也不可忽视一些生肖性格的影响。每个生肖都有其独特的性格特点，这些特点往往会在独处的状态中显现得尤为明显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分析几个不合群的生肖类型，看看他们如何在独处中表现，以及这些特性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和财运。属兔的人通常给人一种温和、友善的印象，但内心却常常缺乏坚韧和自信。在社交场合中，他们显得谨慎内敛，往往容易被忽视。这种性格使得属兔的人在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时，常常选择退缩，宁愿保持独立，而不愿冒险投入到可能带来冲突的关系中。尽管社交圈相对有限，属兔的人在财务管理上却展现出敏感与细腻的特点。他们懂得如何稳扎稳打，在理财与投资上经过深思熟虑，积累起稳定的财富。因此，属兔的人如果能够在提升自信和拓展社交圈方面有所改变，或许会发现人生中的机遇远比预期的要多。与属兔的人相比，属的人在性格上则更显聪明与机智。属的人反应敏捷，具有极强的洞察力，但他们对人际交往却常常抱有一定的抗拒。对于属的人而言，独处是一种享受。他们更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中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情，而不是在社交场合中应对各种问题。在独自工作时，他们能够更好地抓住事物的本质。然而，由于对自己要求过高，属的人往往追求完美。这种高度自律的特质使得他们难以对他人产生足够的信任感。尽管如此，属的人在财运方面表现得非常谨慎独到，往往能够在独立思考和观察中发现商机，稳中求胜，逐步实现财务目标。属羊的人则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特性，他们性格内敛，常常给人高傲和冷淡的感觉，宁愿独来独往。对于属羊的人来说，社交场合充满喧嚣和繁杂的活动，往往让他们感到不自在，因此他们倾向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沉思。在财运方面，尽管属羊的人看起来不太合群，但他们却拥有细腻的心思和高度的感知力，
擅长通过长期规划和持续努力积累财富。他们明白财富的积累需要耐心和智慧，因此在理财和投资中，他们通常采取稳中求胜的策略，避免冲动消费。最后，属牛的朋友则展现出一种朴实和稳重的特质。他们往往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印象，但这并非因为冷漠，而是他们更习惯用行动而非言语来表达自己。在社交场合中，属牛的人往往选择低调安静，享受独处带来的宁静。尽管他们不喜欢冒险，但这种内敛的性格让他们在财务上表现得相当稳健。他们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，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，逐步实现财务目标。因此，属牛的人若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勇敢一些，多与他人沟通和合作，他们的财运将有机会更加旺盛。这些生肖的特性在独处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，既反映了个体的性格特点，也揭示了在独处时人们所能获得的独特体验与成长机会。通过理解这些不合群的生肖性格，我们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到独处的价值与潜力。可是，独处需要勇气和智慧，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更能从中获得成长。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合群的生肖而言，突破内心的束缚，主动与他人互动，将有助于拓展他们的社交圈，发现更多的机会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成功不仅依赖于个人的能力，更需要团队合作与资源的互补。独处所带来的内在反思与自我提升，并不是孤立的过程，而是与外界互动的重要基础。通过对独处的理解与对生肖性格的探讨，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到，独处既是自我提升的机会，也是与外界建立联系的重要途径。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、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，许多人在享受社交互动的同时，也可能会感到迷失。而正是独处的时光，让我们得以回归自我，厘清内心的需求与愿望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能够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，从而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清晰的方向感。然而，独处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完全与世隔绝。相反，适度的独处与有效的社交应该是相辅相成的。对于那些在独处中感到孤独的人来说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，建立真实而深厚的人际关系，将会是实现个人成长的重要一步。在这样的互动中，他们能够获得支持、鼓励和启发，从而更好地迎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因此，无论是属兔、属鼠、属羊还是属牛的人，都应该勇于面对独处带来的内心挣扎，积极探索独处的潜力。通过理解自身的性格特点，利用独处的时光进行深度反思和自我修炼，他们能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。同时，也希望每一个人在独处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，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成长，最终在独处与社交之间找到平衡，创造出更加丰富而充实的生活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
回复一句：三阳开泰。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